모르겠냐. 나 최도일이다。好兄弟狗焕的出现，让太秀的上位之路更加畅通无阻。很快，他就成为韩部长身边最得力的干将。然而和太秀不同，狗焕的野心远比他要大得多。他表面上效忠于野狗帮的金社长，而背地里却在疯狂发展自己的势力，利用他二当家的身份私吞了金社长大量赃款。可是动了野狗帮的钱，就等于动了韩部长的利益。为此，韩部长特意警告了太秀。 목포에서 말이 많아. 개는 개야. 같이 어울린다고 사람 아니잖아. 개답게 키워. 적당히. 알았지? 예. 当然，之所以韩部长没有收拾狗焕，并不是照顾太秀的面子，因为此时正值总统改选的关键时期，为了赢得最高检察长的职位，韩部长不得不谨小慎微，布局大局。可越是关键时刻，越容易出乱子。太秀在处理一桩明星合同纠纷案时，没有把持住自己的底线，和女明星厮混在了一起，结果被财阀老婆发现，当着众人的面直接将他扫地出门。而麻烦还不止于此，太秀的父亲和妹妹此时再添了一把火。原来他们一直利用太秀和韩部长的关系，在民间搞非法集资，大肆敛财。 结果，无数受骗的百姓找上了门。太秀的丑闻频发，让韩部长的敌对阵营迅速抓住了机会，以女检察官小美为首的改革派果断出击，将太秀和狗焕的关系挖了个底朝天。检察官和黑道勾结的新闻瞬间轰动全国，不仅让韩部长失掉了检察长的位子，连他所支持的总统也因此败选。韩部长雷霆大怒，冲进战略部将太秀一顿暴打，之后便把他调去了乡下反省。另一边，狗焕也遭到金社长的清算，好在警察先一步将他抓住，总算保住了性命。收拾好烂摊子后，韩部长很快就开始了反击。新总统上任不到1年就遭到了弹劾，为此女检察官小美找到了太秀，希望他能提供有用的信息揭发韩部长。可太秀虽然暂时落魄在乡下，但他并不想出卖韩部长。见此情形，小美只好无功而返。随后，太秀将这件事告诉了老裴。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原本对他极为推崇的学长，此刻却将他当成瘟神一般。太秀这才意识到，一旦离开了风暴中心，自己就是个任人丢弃的垃圾。几个月后，狗焕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立马召集以前的弟兄，开着车连夜找到了太秀。原来当初狗焕刚被送进监狱时，他委托太秀把自己这几年偷的钱拿出去分给他的弟兄。可太秀拿到钱后，并没有按照狗焕的交代去做，他把钱全部还给了金社长，这才让狗焕免于野狗帮的追杀。但狗焕对此却并不知情。恰巧这天夜里，韩部长和老裴也找上了门，原来他们是来接太秀回去的。自从总统被弹劾以后，主动权再次回到了韩部长手中，三人重归于好，在车里放声大笑。可就在这时，狗焕驾着车从边路杀出，将太秀等人连车带人直接撞飞。好在他们被及时送到了医院，但随后韩部长和老裴连夜办了转院，只留下太秀一人。显然，太秀再次失去了回韩部长身边的机会。直到半年后，太秀在办案时无意中遇到了狗焕的小弟，他这才了解到当天的真实情况。原来那天韩部长和老裴登门拜访，是想让野狗帮的人杀了太秀。狗焕得知消息后，毅然决然的选择去救他，于是便有了那天的车祸。也正是因为这样，狗焕成了韩部长和野狗帮的目标。在2个月后，不幸被金社长抓住，被3条恶狗活生生咬死吃掉。知道真相后的太秀从此一蹶不振，但韩部长并没有放过他，将他的父亲抓进了大牢。老裴告诉太秀，只要他主动辞去检察官的职位，那此前的一切韩部长都不再追究。太秀顿时被气得晕倒在地，恍惚之间，他回想起曾经发生的一切，也许从一开始他的妥协就是错误的。此时电视上正在播放一则震惊全国的新闻：新总统因为不堪被弹劾，选择了跳崖自尽。看来这一切都得益于韩部长等人的功劳。被逼上绝路的太秀不想就此认命，他决定向韩部长发起反击。首先，他找到了小美，尽管对方也被发配到了乡下，但至少还是一名检察官。随后，他又找到妻子，在他的诚恳道歉下，妻子念及旧情，原谅了他。利用财阀岳父的人脉，太秀和国会议长顺利搭上了关系。他以竞选国会议员的身份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称要彻底揭露韩部长的丑恶嘴脸。与此同时，小美带人迅速端掉了野狗帮的窝点。被偷袭的韩部长不得不赶忙开始公关，他召集了大批新闻媒体的记者，准备对太秀予以回击。可太秀对此早有准备，他在自己的发布会上突然宣布要改为竞选总统，全面整治司法舞弊的乱象。这个消息瞬间把所有记者全部吸引了过去。韩部长匆忙跑到档案室，但根本找不到任何能扳倒太秀的黑料。오로지검찰개혁과민주주의를위해이선택을했으며太秀的宣言就像一颗子弹正中靶心，韩部长的盛宴就此彻底结束，而属于太秀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电影至此结束。好了，我是力哥，我们下期再见。